苏联最严厉的父亲理查德·尼克松，1959年夏末的莫斯科，在这间亮黄色的美式样板房里，他没带核按钮，只带了一群会转动的洗衣机。面对手握100万大军的赫鲁晓夫，尼克松毫不客气，一指头戳在对方胸口上。他没有探讨柏林危机，也没有测算洲际导弹的射程。他近乎训诫地告诉这位苏联老大哥，别整天忙着把狗送上天，学学怎么让家里的女人少搓2件衣服。这场吵架史称厨房辩论，不比大炮，比洗碗机。尼克松强行把冷战的赛道从高高在上的星辰大海，一把扯回了柴米油盐的世俗欲望。别以为这只是一段遥远的美苏八卦，当今晚你把脏衣服塞进全自动洗衣机，疲惫地看着手机里的信用卡账单，以及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扣款时，不妨想想这间厨房。1957年的秋天，苏联往天上发射了一个叫斯普特尼克的人造卫星。这颗小铁球其实没啥复杂功能，主要工作就是在太空里绕着地球发报，滴滴作响。但就是这几声滴滴，把整个美国震得头皮发麻。在此之前，美国人总觉得苏联像个只会闷头炼钢的乡下壮汉，结果一夜之间，壮汉不仅造出了火箭，还把自家的铁球挂在了美国人的头顶上。这给美国朝野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智力恐慌。他们猛然发现，在硬科技的赛道上，自己竟然被弯道超车了。为了缓解这种剑拔弩张的尴尬气氛，两国高层决定搞个文化交流，在1959年互办展览，互相摸摸对方的底。1959年6月，苏联人兴冲冲地来到了纽约办展，他们迫不及待地展出了巨大的卫星模型、核动力破冰船和像小山一样的重型机械。面对一个堵在门口秀肌肉的苏联猛男，美国高层很清楚，如果脱了西装出去跟人家比力气，那就彻底掉进了对方的逻辑里。1个月后，美国人跑到莫斯科的索科尔尼基公园，花了$14,000，原币盖起了一栋1:1还原的美国中产阶级郊区别墅。为了方便苏联群众排队参观，他们还特意把房子从中间劈开，搞成了一个巨型的半剖面样板间。这栋别墅里没有一枪一弹，但塞满了当时美国轻工业的全部结晶：全自动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榨汁机，甚至还有彩色电视转播设备。最扎苏联老百姓的心是，在1959年，$14,000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也绝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天文数字。这套带草坪、带车库，还塞满全套现代家电的精装大别墅，总价还不到一个普通美国家庭3年的总收入。更要命的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蓝领工人，甚至不用攒钱，立即就能入住。这就触及了苏联人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金融魔法：大众消费信贷与30年期房贷。在当时，一个在底特律流水线上组装汽车的普通工人，根本不需要省吃俭用去攒够那$14,000的现金。借着美国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和退伍军人福利，他只需要用几个月的工资付一笔相当微薄的首付，有时候甚至是零首付，就能直接拿着钥匙搬进大房子。剩下的房款分成30年，每个月从工资里慢慢扣。而搞这一次的文化交流，美国派出的是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松哥表示，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洗衣机的质量上竞争，而不是在火箭的威力上竞争吗？这句话的杀伤力相当深远。当时的赫鲁晓夫对这些家电嗤之以鼻，大声嘲讽那个自动榨柠檬机是纯属浪费的奇迹银枪。他梗着脖子甩出了那句著名的赌气之言：你们建国150多年才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建国不到42年，再过7年我们就会赶上你们。当我们超过你们时，我们会向你们挥手致意。潜台词就是，你别拿这点小玩意来气我，我跑得比你快得多。等我超车的时候，我还要降下车窗嘲笑你。紧接着，赫鲁晓夫表示，你们美国都是些奇淫技巧。他搬出了苏联的住房分配制度，在苏联，你只要升为苏联公民，就有权获得一套房子；而在美国，只有当你手里有美元时，你才能买到房子。如果没钱，你就只能睡大街。随着周围闪光灯越来越密，两人的火气都上来了，甚至开始互相打断对方。就在这个时候，尼克松伸出了右手食指，直戳赫鲁晓夫的胸口，语气变得相当强硬：你们不能垄断一切，你们可以说你们更强大，你们也可以说你们比我们快，但你们不能规定所有人必须按照你们的方式生活。赫鲁晓夫立即强硬地顶回去：你们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所有人，我告诉你，你的孙辈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尼克松毫不退让地反击：不，让我来告诉你，你的孙辈将生活在自由之中。在这短短10几分钟的即兴兑现里，没有拟好的外交辞令，全是肌肉记忆的本能碰撞。赫鲁晓夫抓住了美国社会的不公平，而尼克松则死死咬住了苏联社会的不舒适。他们都确信自己看到了对方大厦底下的裂缝。在镜头前，两位大人物吵得不可开交。但如果我们在1959年拨开美苏两国的宣传外衣，用显微镜去看看当时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你会发现这两位大人物都在撒谎，或者说都隐瞒了致命的真相。先说那位暴躁的苏联老大哥赫鲁晓夫在厨房里梗着脖子吵架，真不全是吹牛。当时经历了2战毁灭性打击的苏联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战后无数老百姓只能几家人挤在一套集体公寓里，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脏兮兮的水槽。赫鲁晓夫上台后干了一件实事，他在全国疯狂推广一种低成本的预制板楼房，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赫鲁晓夫楼。虽然面积狭小，隔音很差，但这让千万苏联家庭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首先是外观与楼层，这类房子基本都是整齐划一的预制版5层小楼。为什么偏偏是5层？因为当时的苏联卫生专家经过科学测算，认定普通人每天爬5层楼梯是身体健康的承受上限。既然科学都这么说了，当然就可以掉安装电梯的昂贵开销。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省建材和缩短工期，赫鲁晓夫楼的户型也非常经济实用，主要分为3种户型。首先，一居室约30平米左右，主力2居室，这是最普遍的户型，总面积大概在40到45平方米。3居室的大户型大约在60平米左右。再说说分房条件，在当时的苏联，你手里攥着再多的卢布也没用，因为房子是不能买卖的。核心通关条件有2条，第一条，看你现在住的有多惨。当时苏联设定了一道人均最低居住面积的红线，比如人均不足5到7平方米。如果你一家老小5口人挤在集体公寓里一间20平米的破屋里，人均面积低于这条红线，那么恭喜你，你获得了去工厂或街道房管科排队登记的资格。第2条，看你的单位背景与个人表现，这就是苏联的排位赛了。获得了排队资格只是第一步，建房指标是直接下发给各个重型拖拉机厂、兵工厂、科研所的。如果你是厂里的劳动模范、技术骨干，那张嘴再聪明点，会舔一点，那就排名优先。如果你的工龄足够长，熬成了老资格，排名优先。如果你的家庭刚生了2胎、3胎，人口增加了，也能插队往前靠。但这是免费的，你还想要啥自行车？当老百姓终于熬到头，拿到钥匙搬进去后，他们每个月交的房租、水电、暖气费加在一起，通常只占他们月工资的2%到3%，基本等同于国家倒贴钱请你白住。尼克松指着14000美元的别墅说：“看，这就是我们工人的生活。”赫鲁晓夫心里的算盘是这样打的：你的别墅确实大，洗衣机确实漂亮，但那是要掏空工人钱包，背上几十年债务才能换来的。我的火柴盒虽然只有40平米，还得排队等5年，但我白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也不错。往后随着苏联不断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但是苏联当时明面上是平均分配，现实是普通工人、底层办事员排队熬出来的，是那种层高低矮、隔音很差的40平米赫鲁晓夫楼。但是如果你是高级官员、大型军工企业的厂长、顶尖的科学家或是著名的大作家，你根本不需要去排那个漫长的队伍。他们会被分配到地段优越、建筑质量精良、带电梯、层高宽裕且面积大得多的专属公寓，比如莫斯科著名的高尔基大街上的房子。而且赫鲁晓夫向尼克松展示的这套包分配的骄傲，其实只针对城市户口的居民和国营工厂的工人。在1950年代末的苏联，占据人口相当大比例的集体农庄农民是完全被排斥在这套分房福利体系之外的。赫鲁晓夫确实搞出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公共住房建设，解决了千万人的生存底线问题，这点不容抹杀。但他嘴里那种完全平等、人人有份的乌托邦是有点水分的。苏联要想在短短几十年内造出核弹、核潜艇和人造卫星，钱从哪里来？资本主义国家靠的是海外贸易，搞金融信贷，而苏联没有这些，只能把目光投向国内的泥土。他们发明了一套被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操作。简单来说，就是用不可思议的低价强制收购集体农庄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然后转手把重工业制造出来的拖拉机、化肥以及轻工业的生活用品以高昂的价格卖给农民。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是计划经济，既然老百姓都在为国家干活，那重工业造出来的拖拉机难道不应该是国家直接分配给农村使用的吗？但苏联自然有苏联的一套自洽逻辑。在当时的苏联，城里的重型拖拉机厂是纯正的国营企业，那是国家的亲儿子。资金、原料确实是国家调拨的，但广大的集体农庄在法律地位上是农业合作社，也就是说，国家把农民凑到一块儿，土地算你们集体所有的。既然你们是独立的合作组织，那国家凭什么把城里辛辛苦苦造出来的拖拉机和化肥免费送给你们？所以你们要拿粮食来换，或者拿卖粮食换来的卢布来买。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统治的前期，甚至连拖拉机都不愿意卖给农民。苏联在全国农村设立了一个叫机器拖拉机站的国营机构，全苏联的拖拉机和收割机所有权都归这个站。到了农忙时节，集体农庄没有机器怎么办？只能向拖拉机站租，租金怎么付？不能打欠条，要用实实在在的秋收粮食来支付。拖拉机站的收费标准相当高昂，往往一次秋收下来，农庄产的一大半粮食就作为租机费被带走。巧合的是，就在1958年，赫鲁晓夫搞了一场农业改革，他把机器拖拉机站给解散了，拖拉机终于不用租了，但依然没有免费分配。赫鲁晓夫下令，所有的集体农庄必须花钱把这些拖拉机和农机设备买下来，而且定价相当高。很多本来就没什么钱的集体农庄，为了买下这些笨重的铁疙瘩，一夜之间掏空了家底，甚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至于肥皂、布匹这些轻工业生活用品，那更是摆在国营商店里明码标价的商品，农民只能用手里少得可怜的余钱去消费，绝不会免费发给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当时的苏联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苏联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国家搞工业化可以去抢殖民地，可以搞黑奴贸易，苏联没有海外殖民地，要建钢铁厂、造洲际导弹，这笔天文数字的启动资金从哪出？答案就是农村。通过低价拿走粮食，再高价卖出工业品，从农民手里硬生生挤出了无数的利润，全部砸进了重工业的熔炉里。这就是苏联的优越性。既然苏联把粮食都低价收走了，农民怎么活下去呢？
这时候苏联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就是靠那巴掌大的自留地。虽然把大片土地收归集体，但允许每户农民在自己房前屋后保留一小块微薄的土地，就是靠着在这块自留地里种点土豆、养头猪、喂几只鸡，然后偷偷拿到城镇的自由市场上去换点卢布。几千万苏联农民得以勉强维持了全家人的生计。客观地说，到了赫鲁晓夫上台后，他确实看到农村快要被榨干了，他采取了一些松绑措施，他大幅提高了收购粮食的价格，让农民稍微能喘口气，削减了农民在自留地上的沉重税收。他甚至开始给部分农民发放养老金。当时的苏联的问题很多，但美国也少不了。尼克松说人人都买得起这套大房子，这句话在语法上成立，但在肤色上不成立。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繁荣是有颜色门槛的。当时的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和各大银行在地图上画出了一道道臭名昭著的红线，只要是少数族裔居住的街区，统统被划入红线内，银行一律拒绝发放购房贷款。与此同时，那些风景优美的白人郊区，购房合同里明文写着排他性条款，房子绝对不允许转卖或出租给有色人种。结果是什么？几千万非裔美国人被死死按在破败、拥挤、犯罪率高发的内城贫民窟里，根本摸不到那个郊区中产梦的门把手。尼克松指着洗碗机和微波炉骄傲地说：“我们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了。”在莫斯科的厨房里，赫鲁晓夫拿起一个自动榨柠檬机嘲笑说：“你们造的东西很快就会坏掉。”这句话阴差阳错地戳中了资本主义的心脏。为了让工厂的流水线永远转下去，为了让老百姓永远在掏钱，美国企业在50年代全面普及了一个计划性报废。灯泡被设计成用几千小时就会烧断，汽车每年必须换一个更夸张的尾翼造型，否则你就落伍了。商家不断制造焦虑，逼迫老百姓陷入购买、淘汰、贷款再购买的无尽轮回。你以为你拥有了商品，不是30年的房贷，永无止境的信用卡分期账单，像汤马索一样拴住了你的脖子。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美国蓝领工人变得异常温顺。一个背着一屁股债的人是绝对不敢跟老板拍桌子的。如果你觉得有了大房子和好车，美国人就能高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留下的阴影，整个社会神经紧绷，邻居互相监视，稍微发表点偏左的言论，轻则丢掉工作，重则身败名裂。在1950年代末的美国，虽然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白人中产阶级，但在那片整齐划一的郊区草坪之外，依然隐藏着摸不到洗碗机和微波炉的底层白人。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在郊区按揭买房时，在广袤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几百万白人煤矿工人和山民正过着令人绝望的日子。随着石油的普及和煤炭开采的机械化，这些山区的白人大量失业，他们居住在没有室内自来水、没有冲水马桶的破败木板房里，靠着政府救济的玉米面和干奶粉度日。他们是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但在那个繁荣的年代，他们就像是被美国经济快车甩出车厢的弃儿，在深山老林里自生自灭。几年后，迈克尔·哈灵顿写出了著名的《另一个美国》，才彻底把这批隐形贫困白人暴露在世人面前。所以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当时都有着各自的问题。但苏联几十年之所以解体，就是因为它不去正视问题。美国社会虽然烂疮很多，但它有着残酷的自我暴露机制。进入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把美国搞得翻天地覆。尼克松自己后来也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在1959年，索科尔尼基公园的那场展览持续了6周，超过300万苏联老百姓排着长队走进了那个亮黄色的美国样板间。他们摸了摸光滑的电冰箱，试喝了整整30万杯免费的百事可乐。苏联的官方报纸开足马力告诉老百姓，这是骗局，那是资本家才住得起的泰姬陵，资本主义已经烂透了，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去解救。老百姓当时信了，但在那个燥热的夏天，当甜腻的可乐划过喉咙，当看到不需要主妇用手去搓洗的白色机器时，一颗名为世俗风雨的种子已经悄悄扎了进去。苏联高层没有去正视老百姓对这颗种子的渴望，他们选择转过头去，继续向西伯利亚的钢铁厂里倾倒资源，继续造出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的核弹。而在美国官方口中，苏联虽然也被描述成各种不堪，但在60、70年代的美国民众眼里，你白宫里的人什么货色我都懂，别给我吹牛。用当时美国最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美国政客。美国政府天天在电视上宣扬自己是为了保卫自由世界，而且我们马上就要赢了。结果呢？每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装在运尸袋里的美国年轻小伙源源不断地被运回来。到了1971年，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被泄露给媒体，老百姓的反应：既然你能在越南死多少人这种事上骗我，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对苏联的描述？你天天说苏联是邪恶帝国，我看你们这些把年轻送进热带雨林当炮灰的政客，比苏联人邪恶多了。指着赫鲁晓夫胸口大谈自由民主的那个理查德·尼克松，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全美国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在外面满嘴仁义道德的总统，私底下竟然是个满口脏话。派人去竞争对手办公室安装窃听器，事后还动用国家权力掩盖罪行的权谋小人。面对白宫的宣传，美国民众的潜台词就是：别拿苏联来吓唬我，苏联人隔着10万8千里，一枪没开。而你们这群坐在白宫里的人，不仅骗了我们的税款，监听了我们的电话，还把我们的兄弟送进了丛林里送死。少跟我来这套宏大叙事，我们不吃这一套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历史画面。当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里疯狂给自己胸前挂满勋章，苏联老百姓坚信美国正在水深火热，自己无比的幸福，而白宫里的政客却被美国老百姓指着鼻子骂得狗血淋头。每一届总统都被媒体拿着放大镜找黑料。30年过去了，1989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美国。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他临时起意，偏离了官方安排的路线，走进了一家毫无准备的普通社区超市。在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美国超市里，没有洲际导弹，没有核潜艇，但映入叶利钦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新鲜肉类，几百种不同口味的奶酪，五颜六色的水果，以及整整3万多种随时可以买走的商品。在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肉林酒池面前，这位庞大帝国的领导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甚至绝望地抱住了自己的头。叶利钦一开始甚至怀疑这个超市是美国政府为了忽悠他而专门搭建的布景，直到他得知全美国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这样的超市时，他彻底破防了。叶利钦后来在自传里崩溃地写道：“当我看到那些货架上挤满了成百上千种罐头、纸盒以及各种能想象到的商品时，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一种坦率的、令人作呕的绝望。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超级富裕潜力的国家，怎么会被弄到如此贫穷的地步？我想，让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美国人相比差得如此之悬殊，我们是对人民犯下了罪行。所以问题并不可怕，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是有巨大的优势的。只要敢于直面问题，那一切问题最终都会降级为技术性问题。”